混账！此刻，天剑清渊脸色无比愤怒。凭借强大的观察力，刚刚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到了。于是，他便要动身，向天剑圣宫众人所在的方向赶去。担心楚风吗？可就在此刻，宋长生的声音却是响彻。天剑清渊诧异地看向宋长生，这才发现宋长生的双眼涌现着奇异的目光。显然，他刚刚所见到的，宋长生也见到了。若要教训你那些愚蠢的后辈，我不拦着；若是担心楚风，便不必了。在这8道天河之内，没人可以威胁到楚风的生命。宋长生道。确定？天剑清渊问。至少现在是。宋长生道，但又立刻补充道：哦，你若不是担心楚风安危，而是担心你天剑圣宫那些后辈安危，倒是可以回去。这一脉，死不足惜。天剑清渊说话间，便继续向深处走去。好一个死不足惜！可就在此时，一道浑厚无比的声音自那道路深处传来。当那声音响彻之际，这片浩瀚星空都被波及。那不像是某个生物的声音，更像是一方世界的呼唤，否则怎能掀起如此震荡？伴随那声音传来的同时，这条原本看不到尽头的道路忽然出现了尽头。也是这一刻，这片无边星空也是从颤动转变为了摇晃，仿佛这片星空都要崩塌。与此同时，一道金光自道路尽头缓缓升起，如旭日东升，普照八方，黑暗的星空都被点亮。那是真正的庞然大物，真的如同太阳升起，因为其体积堪比一片星域。可那不是太阳，是锁链，一条条无比粗大的金色锁链，正是那金色锁链散发的光芒。金色锁链一重接着一重，如同粽子一般包裹着什么。只不过仔细看来，那金色锁链之上已是布满了裂痕。哗啦啦，忽然金色锁链开始碎裂，化作金色气焰散去。此时能够看到，原来那金色锁链缠绕的乃是一道黑色的大门。这道黑色大门是用石头打造而成，而在那大门两侧刻画着2个相同的生物。那生物的长相与楚风于结界门内所见到的黑色妖物一模一样。嘎吱，忽然那如同星域一般庞大的黑色大门打开，虚空的晃动更为猛烈，是有节奏的震动。很快真相揭晓，一个庞然大物自那大门内走出，每迈出一步都会使得星空震动一下。虽然与大门相比小了很多，可它的体积却比刚刚那些与宋长生2人对峙的庞然大物都还要大上一些。而抛开身形不谈，它的体貌特征竟与楚风等人所面对的那黑色妖物一模一样。如人一般的身躯，满是黑色鳞片，如铠甲一般镶嵌全身，头上与身后都有如蛇一般的触手蠕动着，诡异而阴森。不过也正因它的体型如此巨大，则更像是楚风在那特殊空间内所看到的指点楚风7星连珠的那位太古坟冢的主人。只因你们2人踏入了不该踏入的地方，便将牵连着天下苍生。你们2人岂不是更加的死不足惜？那位庞大存在的声音再度响彻。呵呵。可听到那庞大存在的话，宋长生却笑了，那是一抹嘲讽的笑，但不是嘲讽那庞大存在，而是自嘲，说我们害了天下苍生，是因为放出了你吗？宋长生抬头问道。哦，何意？庞然大物巨大的眼眸中涌现出了兴趣。刚刚的阵法是陷阱吧？不对，不只是刚刚的阵法，是这里的一切都是陷阱吧？这里是真的隐藏着传承，也蕴含着好处，只是你用手段更改了一些东西，让我们上了你的当，逼不得已按照你定下的轨迹去做事。这轨迹之上的确蕴藏着诸多好处，可若真的按照这个轨迹来走，便也是在帮你解开封印。不只是我们，那所谓7星连珠也是解除封印吧？我们所有人都被你引导，被你利用了。宋长生问。那庞然大物没有回答，只是嘴角扬起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。你们2个很有前途，本该为我所用，只是可惜你们2个身上有我感兴趣的东西。那庞然大物说话间舔了舔嘴唇，而那双巨大眼眸散发出的目光更像是看待食物。你的身上有宝物吧？不然只凭你自己应该无法操控这么多东西，骗我们上当。那是什么宝物？又或者这门中到底隐藏着什么？宋长生问出这番话之后，又看向了那庞然大物身后更为巨大的黑色大门。
大门内幽暗深邃，如同一个看不见底的深渊。他能感觉到那里面有更强的力量，不确定是某种存在还是宝物，而他觉得应该是宝物，很强的宝物。这个庞然大物是通过那宝物的力量影响了他们的感知和判断，从而让他们上了当。只是可惜那门内应该有禁制，宋长生的目光看不透。天剑清渊也在观察，纵使是他那特殊的眼眸也依旧看不透。庞然大物察觉到了宋长生与天剑清渊的目光，于是并未回答，而是道：将死之人何必知晓那么多。宋长生笑了笑，笑得意味深长，旋即看了看自己手中的斧头，这里确实有将死之人，也有人死不足惜，但不是我们。话到此处，宋长生那本握住斧头的手掌猛然握紧，那斧头消失不见，而那庞然大物则是猛然抬头向上看去，因为一把巨大到堪比一方世界的光芒巨斧出现在了他的头顶之上，正向他劈砍而来。而那斧头中心正是宋长生消失的那把斧头。轰！光芒巨斧落下，砍的那无边道路都是剧烈颤动，且留下了一道巨大的沟壑。可那庞然大物的身影却消失不见。哦！就在这时，一张血盆大口自宋长生的身后袭来，是庞然大物头上如蛇一般的触须。那庞然大物躲过宋长生的一击后，来到其身后，施展触须向宋长生发动攻势。哪怕只是其身上微不足道的一条触须，可在宋长生的视角却宛如一个吞天的怪物，张着大嘴欲要吞食天地。